份不到2分钟，热度却干到爱奇艺历史第一。程毅这张脸到底多能打？假如，我是说假如啊，我们把程毅这张脸从天地剑心里抠掉，换成一张谁都不认识的新人脸，剧情一个字不改，女主线一针不减，魔改全部保留，你觉得那破10亿的角色热度还在不在？我跟你讲，这个问题你只要在脑子里过一遍，今天这期视频的结论你自己就能推出来。先说清楚啊，我不是在替谁吵架，我是想把一件被说拧了的事掰回正的。行，事情是这样的，程毅在天地剑心里演的那个角色王权富贵，角色热度破了10亿。网上传的版本是说冲到了爱奇艺历史第一，这个历史第一的说法我得提一句，凭我查到的，破10亿是有的，但历史第一这个具体名头各家口径不太一样，咱们以官方为准。紧接着日本那边卫星剧场也官宣了，这剧2026年10月在日本首播，这个出海是实锤的，日本电视台官网都挂出来了。数据漂亮吧？但是你猜怎么着？有人翻出正片去数后半程的戏份，说男主一集就剩几十秒，2集加一块不到2分钟。这个数我没法替他打包票啊，是网上的说法，但一个挂名男主的 S 加漫改剧，播到后半程男主镜头明显变少，这个体感是不少观众都提到的。这个反差太刺激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刷到这条的时候本来在等外卖，结果外卖到了我都没顾上吃。因为这事儿摆出来那种荒诞感是真的，戏份往下走，热度却往上冲，这本身就值得聊一晚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事儿网上吵翻了，吵的方向还特别一致。我先把反方的声音整理一下，这个特别重要，下面这些不是我的观点，是网上的一种声音，你听我整理完整再判断。网上有种声音是这么说的，制作方这就是流量收割。先拿程毅这张脸，拿万箭穿心那些打戏，把预约和首日热度冲起来，等观众入了坑，后期就开始疯狂魔改，加女主线，男主的高光戏能砍就砍。评论那边的角度更狠，说这叫卸磨杀驴，拿演员当鱼饵，钓完就扔，最后还拿破10亿的数据给制作方自己贴金。还有人提到一个细节，说杀青的时候程毅是一个人拿着束花走的，后面补拍还是因为剪不联系召回的。好，反方的话我整理完了，现在听我说，我作为一个看了10几年内娱的人，得讲句公道话，这件事里有一个最关键的事实，被这套收割论给绕过去了。什么事实？哪怕戏份真像他们说的那样被削，角色热度照样能冲到10亿这个量级。你品，你细品这个数据。正常逻辑是什么？戏份越多，高光越多，角色热度越高，对吧？这是行业常识。可这次的体感是反着来的，戏份感觉在缩，热度不降反升。这说明翻译成人话就是，观众磕的根本不是你后期塞进去的那些注水感情戏，观众磕的是诚意立起来的那个王权富贵。我得插一句啊，万箭穿心那一段是这剧公认的名场面，平台精选，二创剪辑反复再用，一个角色能让观众盯着那么1-2场戏反复回看，这就是为什么戏份能被剪，人物砍不掉。我不吹得太满，但这场戏的分量看过的都知道。所以回到那个卸磨杀驴的指控，我的判断很明确，哪怕这个运作机制真存在，这口锅也轮不到演员来背，更不该用来质疑演员本身。这不是演员的问题，是项目本身的决策问题。剧本怎么改，女主线加多少，男主高光砍不砍，这些是制作方和剪辑台上拍的板，演员在杀青那一刻就已经交活了，后面怎么剪他根本左右不了。说白了，在那个被魔改过的剧本框架下，换谁来演这个被削的男主，结果都一样，区别只在于别人不一定撑得起这个量级的热度。至于杀青孤身一人，补拍召回这些，我倒不想往悲情上带。我只想说一句，一个演员戏拍完了，人都走了，还能为了剪辑联系被叫回来补拍，这份配合和敬业，懂行的都知道不容易。这种坚持
值得被看见，不该被一句鱼饵轻飘飘带过。好，话说回来，咱们把镜头拉远一点，聊点更大的。这种用顶流引流、后期魔改注水的操作，其实不是这一部剧的事，它是内于这几年一个挺普遍的产业现象。逻辑很简单，一个项目想启动，想拉投资，想冲预约，最快的办法就是绑一张有号召力的脸。这张脸负责把人引进门，进门之后剧怎么走，那是另一套商业算盘了。这套机制本身是行业的慢性病，这个慢性病我说的是行业机制啊，不是说哪个演员。但这个 case 有意思就有意思在，他把一件事照得特别清楚，能扛热度的脸是稀缺资产。注水的剧情可以批量生产，魔改的剧本到处都是，可一个能让观众为了一个角色把热度顶到10亿量级的演员，市场上没几个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程毅这次反而是用一组数据给自己的个人价值做了一次挺硬的背书。这些数据我得提醒一句啊，破10亿、出海这些大方向是站得住的，但具体到几点几亿、首日多少、第几集多少秒这种精确数字，网上版本不一，我没拿到第一手平台口径，大家别当成铁板钉钉。可就算数字有出入，戏份不多却热度极高，这个反差的方向是站得住的。行，到了我宣判的时候了。那个开头的假设还记得吧？把程毅这张脸抠掉，10亿热度还在不在？我的答案是不在，而且差得远。这10亿里，绝大部分是观众用点击、用回看、用预约，一票一票投给程毅这个人的。所以该夸会营销还是该骂这个2选1，我觉得问错了。营销能放大热度，但营销变不出热度，热度的地基是演员本人的号召力和那几场立住的戏。制作方的算盘打得响不响是制作方的事，但这事儿绝不该变成质疑演员的理由，恰恰相反，它是演员价值挺响亮的一次证明。懂他的人会懂，时间也会替他说话。不过这事儿其实还有另一面，我今天故意没展开，就是一个角色的热度能冲到10亿量级，对程毅接下来的资源和选剧到底是好事还是一把双刃剑？这里面有个一直没人提的细节，我留到下期专门讲。下期我们就聊聊顶着一个超高热度的角色，对一个想往演员路上走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。行，今天这期就到这儿。我跟你讲，越捋越觉得这个 case 有意思。你要是也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评论区咱们接着聊。